肉食性的宠物真的有想象中的恐怖吗？养一只老鹰需要花多少钱呢？养老鹰跟养鹦鹉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鸟人鸟生活第4集。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波氏家族，还有主角最可爱的利翅鹰波波，要来带大家一起了解，在养老鹰之前你也一定要知道的事。如果你曾经在脑海萌生想要养老鹰的念头，或者是你对老鹰的生活有兴趣的话，那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跟老鹰有关的知识吧。鹦鹉小木是一个专门介绍鸟类知识的频道，如果你对养鸟的生活还有动物们的科普知识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忘了按下订阅，追踪往后的作品哦。那我们就开始吧。哦，他看见好料。No。哇！他跳舞。首先，我们常常看到老鹰锋利的爪子是它们用来抓取食物的主要工具。一旦它们抓到猎物之后就会紧紧不放。所以养鹰的人都会戴上专用的手套来防止不小心被老鹰抓伤。我们都知道，养鹦鹉我们会给它磨指棍或者是指甲刀帮鹦鹉做指甲的修剪。那我们今天进到了第一个问题哦，养一只老鹰有需要帮它们剪指甲吗？他们有需要剪指甲吗？看个人，一般来说是要。一般来说要。对，但是也有些人他们的养法是，他们会让它自然磨损就不用。像我现在也在试着让它不用剪指甲跟嘴巴，但是目前我还做不到。所以他们嘴巴也会剪，也会修剪。会啊。哦。老鹰是不是如果降落在肩膀，它就会直接把肉刺穿吗？是不会啊，不会。一般不建议，因为颈动脉很近。哦。怕万一。哦，它如果咬下去，还是抓下去？鹰怕爪不怕嘴。哦。它没有停过我脖子，顶多停我头上。哦。就是如果它飞回来，我不理它，就我没有接它，它就会停我头上。阿婷，你头上不会刺？其实还好如果它不是在吃东西的时候，就算不戴手套也不会怎样。它吃东西会抓很紧。吃东西像现在的话，它会抓比较紧。我们说老鹰怕爪不怕嘴。虽然平时不用戴手套不会造成危险，但是我们也提到老鹰在吃东西的时候爪子会抓得特别紧，在大自然的环境之下，以防抓到的食物跑走。它们属于肉食性的动物，那是不是真的有电影情节般如此可怕呢？想养老鹰要喂它们吃什么呢？肉食性的动物真的很恐怖吗？那它们的食物来源是什么呢？因为最近在换毛。兔子肉里面兔子肉是比较好的，对。兔子肉是算是比较好的。你是去买就直接是人家要处理过的？对，这处理好的。但是其实如果养老鹰，自己也必须要敢处理因为很多时候是买不到处理好的。尤其是像鸽子那种，很多有卖处理好的店家比较少，你就必须要自己收来处理。他们吃完都要帮他们擦水果。你说他们小时候是吃什么？肉泥。因为千鸟会把肉撕碎喂它们，所以你就要把肉打碎喂它们。这也是小鸡。不建议，那个太没有营养。一般小时候会比较多，可能是打碎的鸽子肉，还有可能一些内脏。内脏。对啊。原来想要养好一只老鹰并不容易。跟养鹦鹉不一样的是，我们要有办法处理老鹰的食物。如果你对血感到恐惧的话，可能就要三思了。老鹰它们除了吃肉，还有需要吃其他的营养品吗？它们除了肉还会吃其他东西吗？你们会给它什么营养品？有维他命、维生素、维他命那个都有。它们会藏在肉里面吗？要不然不会吃。像我都装成胶囊，然后藏到肉里。因为我看那个动物园给狮子、老虎的那些药品、营养补充品跟药品，他们都藏在用胶囊，然后藏在肉，那一口就。它也是，但是有些人会撒在上面。现在新出的维生素那些，他们有鹌鹑味，有口味的，就适口性比较不会那么差。对啊，我会把胶囊藏在鸡胗里，或者是鸡脖子，好让一口就。对，让它一口吞掉。他们反而比较需要的营养素，可能像是维生素以外，还有肌酸。因为他们飞行需要比较常在那个乳酸堆积，所以都会喂它吃一些像肌酸那些练肌肉的营养品。
老鹰一天有需要吃多少的肉呢？它一天要吃多少肉？不一定，看训练量。哦，不一定，因为老鹰在飞是最基本的是用体重在控制。那像鹦鹉也是比例，对，这样子，就大同小异。所以就是每天要量体重，然后看他体重决定今天做什么训练，然后给他吃多少。会不会有人买超市的生肉来喂食老鹰呢？超市的生肉吃，有人这样子喂过，后来老鹰会软脚。是超市的肉如果像鸡肉来讲好了，因为外面的鸡几乎都是烫毛的，就是烫了把毛处理掉。那个肉已经不是全生的了。对，然后所以老鹰是不能吃熟食的，完全不能吃，不行。然后再来还有一点是因为人要吃的一定会放血，但是老鹰需要血，对，血食里面有它们蛮重要的养分，对，所以老鹰的食物是不能放血。除了吃的问题之外，台湾的哈里斯鹰饲养通常会在野外进行放飞与盘飞的运动训练。那对于本土的物种会不会造成威胁呢？老鹰在野外放飞会不会攻击本土鸟类呢？他们在放飞野外不会去捕食，像麻雀这些都不会。其实打猎要训练所以它本来如果是人工养大，它是打猎的能力没有受到，就是一样有可能，但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差。对，大部分会没反应的。就看到就像朋友这样子。对，他们处理会去皮吗？我会去皮，因为去皮第一个是他不认得它原本是什么。对，对他来说降低它猎的欲望。第二个是去皮比较不会有。老鹰如果飞走了，在野外有办法生存吗？对啊。他们如果就是比如说，如果真的不小心飞走的话，他们在野外有办法生存吗？如果没有练猎的，没办法。有练猎的或许可以，但是几率也不大。可能比较多会抓老鼠，要不然就吃蟑螂。因为他们的主食包括昆虫。对，只是之前有人的老鹰不见2个礼拜啊，然后回来好不容易找回来，瘦很多没错，但是还活着，然后吐出来尸检都是蟑螂壳。那如果他在外面飞的时候遇到其他老鹰，他会跟他有交流吗？不一定。像如果遇到大冠鸠的话，大冠鸠是很好的盘飞老师，他们会跟着大冠鸠屁股后面飞，会教他。对，但是如果遇到有准的话，就要建议赶快收鸟。因为我听过不少鸟是被有准打下来。虽然大家都觉得老鹰是吃肉的，有时候会怕怕的但是像波波这样跟人这么好的老鹰在野外还是有可能面临其他猛禽的威胁，甚至肚子饿的时候也只能去找蟑螂来填饱肚子。讲到这里，我不禁相当好奇老鹰在家里的生活。养一只老鹰在家是什么样的感觉呢？究竟老鹰可不可以像鹦鹉一样跟饲主撒娇呢？那老鹰会就是像鹦鹉这样会摸它吗？会啊，就比如说在家里它会撒娇这样子。会啊，只是没办法像鹦鹉一样那样靠着你，给你戳头。对。如果大家看到这边觉得心动，想要养老鹰，那么一只老鹰要多少钱呢？还好，现在哈里斯没那么贵，因为现在都台产的。对啊，现在大概不一定，看公母的会比公的贵，因为母的体型比较大。然后公的母的，它很酷它的那个是这样。对，会抬屁股。就大概哈里斯现在价格落在3万到8万都有。它的落差怎么会那么大？进口的会比较贵。没有，进口的一定比较贵，进口的可能就是6到8万。那台产的可能就是3到6万，看公母这样。老鹰小时候是吃些什么东西？养老鹰的食物开销是不是很大？但是他们如果是全部生食的话，一个月开销会很大。不会，像兔子那些不会很贵。如果只喂小鸡，一个月绝对500有找，公的啦，母的当然会比较贵。公的以波波来讲，大概如果只喂小鸡500有找一个月。然后如果再加上鸽子，其他有的没的，一个月大概绝对不会超过3000。在养鸟之前，很多人会很注重叫声的问题。哈里斯鹰早上会大叫吗？老鹰为什么他们都需要挂一个铃铛呢？他们平常会叫吗？就刚刚那样，就这样他们早上不会大叫。早上不会，
早上吵的是这个哦，铃铛。但其实它不会叫，是因为它是禽鸟带大的。如果是人养大的，大部分会叫。为什么？叫时。会叫整天，就像乌鸦，声音像乌鸦。真的哦。不好在哪？铃铛是我第一个辨识它的方式，然后再来才是其他的东西。对，而且有的时候如果只是装 GPS 的话，那这样子飞上树，我找到定位了，只知道它在这几棵树上，但是我也不知道它在哪里，就是听铃铛的位置。对 ，GPS 没办法那么细致。GPS 可以知道在哪个位置，但是比如说这里。它就是这一块，你没办法确定它是在哪一根树枝上。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样看来，其实母鸟带大的老鹰，甚至比很多大型的鹦鹉叫声都还要小哦。至于哈里斯鹰为什么会适合新手饲养呢？最稳定，而且最亲人，因为而且它们本身是群居性的，所以它们比较就是比较不会有攻击的，比较不容易去乱攻击，相对来说，但是也不是绝对。哇，这种群居性的哈里斯鹰啊，它们因为社交能力高、体型小、繁殖难度不高，也渐渐的在台湾的宠物鸟市场被曝光。像是我们看到网红美丽汪娜也饲养一只老鹰而登上媒体版面。传统思维当中被视为肉食性的动物，如今成为了一种很酷炫、很魁梧的一种宠物。经过了这一天采访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了老鹰的饲养方法以及常见的问题。更听波爸跟我分享了很多关于台湾宠物哈里斯鹰常因为饲养不当而造成很多禽长炎的问题。再加上老鹰在台湾的饲养资讯非常少，训练老鹰也很多是因为师徒制而造成知识相对的比较封闭一些哦。期待台湾的宠物鸟知识能够更加的普及化，不论是鹦鹉还是老鹰，大家都可以多多交换饲养的经验，每个人贡献一点点力量，为宠物鸟尽一份心力。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影片，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并且分享。不想错过更多跟鹦鹉有关的知识以及教学的话，也要记得订阅鹦鹉小木屋，记得开启小铃铛，也要开启全部通知哦。鹦鹉小木屋的 IG 以及脸书粉专也会更新更多的即时动态与消息，想要成为鹦鹉小木屋的访客，也不要忘了去追踪一下哦。有任何养鸟上面的问题，随时能够在留言区告诉我，我也都会尽可能帮各位做回复。我是 Jack，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他还在疑惑奇怪鸟在哪？对，就是我。可反而鹦鹉不喜欢这样摸。老鹰是要从正面开始摸，他们不喜欢人家摸他看不到的地方。好帅。